大家好，我是坤。今天开始，我们终于要来讲渡劫涅槃的内容了。那今天我们先来分享渡劫涅槃最重要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轮回系统的相关内容，包括它的概念、玩法以及培养时需要注意的地方。那话不多说 ，Let's begin。好，轮回系统是什么？简单的说呢，你可以把轮回理解为一个收菜系统。那首先，轮回池就是你收菜的地方。那每次收菜呢，会些许提高渡劫突破成功率，也就是增加突破中期后期时的成功几率啊。那在收菜前呢，你可以选择出生啊，也就是谁去收菜。那刚解锁轮回系统的时候呢，你只有山野村夫可以选择。那后面更多的出生呢，随着累积的收菜次数增加，会逐渐解锁啊。比如我现在解锁了4个菜农，那第4个菜农需要累积次数150。那这边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商甲之家的解锁呢，你需要在这个仙劫这里，也就是相当于渡劫涅槃的一个心魔啊。那它商店里有一个商甲金元，你要把它购买了才可以去解锁这个菜农啊。那这边提醒一下同学们，不要到时候找不到。那我们再回去，那这个收菜的时候，我们能获得什么呢？它包含一些基础资源，比如稻花果种子、内丹，还有天云金、星元石啊，这2样东西呢，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的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了，星痕。星痕是什么呢？它是轮回系统对战力和养成帮助最大的一个模块啊。它类似于这个本命的一个宝石镶嵌。那目前呢，一共10个槽位啊。通过轮回次数的增加和新菜农的解锁来开启槽位，解锁也需要消耗天元金。那它提供2块属性，一块呢是基础属性，包括蓝丹啊、气血啊、子丹、灵气啊、真元等等。那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加成的重要性啊。那星痕呢也是有品质的，目前有白色至紫色，那并且相同品阶的星痕呢，它的基础属性也有一个范围，比如这个子弹是 8.4%， 那我包里还有一个 6.9% 的，那它也是产出是随着品质在范围内随机的，好吧？好，那第2块就是它的词缀属性了。也是产出是随机生成的，和同学们做庄的概念是一样。那这块加成在当前境界也是占比很高的，比如这边一条绿色的气血就有12亿啊。那同学们在获得更高品质的星痕时呢，就需要综合考虑它们的基础属性和词缀属性来决定使用哪一个。有时呢，也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场合来切换使用啊，这个在我们后面的养成技巧中会提到。那最后就是生星。消耗相同种类星痕的碎片和星元石啊，收菜产出之一来提升，它呢会同时提升基础属性以及词缀属性。那星痕的碎片呢，你产出蓝绿星痕也可以一步步的合成上去啊，和古堡筑林的概念是一样的。好，那讲完星痕呢，我们再回归到菜农们。那菜农呢，也是可以消耗天陨金来进行升级的，提供基础属性啊、星痕产出的几率以及解锁事件。那事件是什么？它是在收菜过程中有几率随机解锁，然后产生。随着事件的增加呢，可以解锁新的修行方向，还有修行点啊这些东西。那这套又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在你收菜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的一个模块啊，它在这里。但是这一块内容呢，目前你可以看到它没有解释，它是一个相对不够完善的系统。我为了得到这一块模块影响，去和这个客服磨了半天啊，那最终给了我一个答复呢，是修炼点不会影响最终收益啊。那你是游戏没做完吗？那我的做法呢，是在每个修行方向至少点个1点的情况下，然后尽量的去点在新解锁的这个修行方向上。但是后面呢，你会解锁这个批次轮回，你甚至没有去选择这个修行方向的需求了。那这边就给同学们做一个参考，好吗？好，那再回到菜农，除了升级呢，最后就是成就。成就的种类有很多啊，升级，然后收菜次数、星痕产出等等。那随着成就的解锁呢，你可以获得轮回古堡然后星痕以及一些这个轮回玉，就是增加收菜次数的，好吗？那这边我们就 Q 到了轮回古堡。轮回古堡就是到了渡劫涅槃后系统新增的一套古堡，包括这个每日轮回次数获得天运金的数量以及紫色星痕的概率。那这个呢都是加强收菜的，也是加速轮回系统的开发的很重要的一个模块。OK， 那这就是轮回系统的概念了。对于没到这个境界的同学可能说这都是什么？
那这边采用出现一个新东西的时候，直接跳过去讲它的概念，再回来继续往下讲的方式啊，不希望中间出现很多不明所以的东西，就先忽略啊，可能理解成本会更高。那如果同学们有什么没听懂的地方，可以留言给我好吗？好，那讲完轮回系统的这些概念，我们接下来讲养成中想要大家注意的地方，以及一些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小技巧。好，第一个小技巧针对心痕，这边会推荐同学们备用不止一个当前最高品质的心痕啊。一开始呢，肯定是有什么更高品质用什么，但后续比如你在拥有多个紫色心痕的情况下，你在比较中发现，可能有的词缀好适合 PVP 或 PVE 啊，比如这个彗星倍率，我就有存一个。那这些呢，都很适合帮助破关或者妖兽追猎的得分。有的呢，可能技术属性高啊，适合养成啊。比如丹药灵气的加成高，那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合去有一些备用的心痕来达到最高的收益啊。那比如呢，你平常就装备灵气丹药加成高的，在打妖兽时呢，你可以换上一身彗星倍率的啊，做到对症下药，而不是只留一个把其他的都分解掉，好吗？然后呢是身心，紫色的心痕呢，最高可以身心至3星，那分别需要100个、250个、400个同款碎片。对应呢需要分解2个、5个、8个同款的心痕啊。那这边虽然没有办法展示给大家看，但是要提供给大家的概念是，心痕在第一次升星时啊，属性的提升是最多的。那在2星和3星时呢，特别词缀属性啊，它的加成呢会大大减少。所以针对投入产出的比例以及刚刚提到的备用心痕的技巧呢，也可以啊，大家在拥有备用心痕时，不要只单独升级这个主心痕，而是在将主心痕和备用心痕都升到1星的时候，再去集中最常用的心痕的升星，好吗？好，然后是针对出生升级的技巧。个人认为，出生的升级针对无氪同学和有氪度的同学情况会不一样。首先呢，在轮回系统开启后，随着出生的升级以及收菜次数的增加等方式，它会跳不同种类的限时礼包啊，包括轮回古堡、天运金啊、星元石啊、轮回玉啊这些资源。那如果你是氪金玩家呢，势必天运金的量级会相对充裕的多。那比如我在开局时一开始跳的几次礼包，我都有一定的购买的话，那我推荐你可以在每解锁一个新的出生时，都在第一时间将它升级至160级。那为什么是160级呢？这是基于这个成就的考虑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成就中是有包含等级的，那有40、80、160，然后就是300了。那第一时间升至160级，可以保证在开启时立刻获得3个成就。而且160级啊，这个一般来看，每个出生的3成就奖励都是轮回古堡。那作为一个滚雪球式的搜菜系统啊，这个轮回古堡的解锁提升绝对是放在第一位的。那在全部保证160级之后呢，可以按照对应成就的事件需求来解锁。比如书香门第，它在180级啊，有一个外门弟子，那这个事件呢是在成就中可以找到的那外门弟子。但是比如这个山野村夫的180级，它的成就，它的这个事件叫做明心见性，你在成就中你并找不到这一个事件，那它的这个优先级就会相对低一些啊，有感觉吗？那这个我觉得有资源有多的话，你可以按平均20级的方式来提升。那如果对事件有需求的话，你可以按平均180，然后再到一个260级。解锁一个新的事件，那最后再平均满级的方式来升级出生啊。但是事件撇开针对成就的需求，在收集上，官方回答这些所谓的修炼点啊，它并不影响最终收益，所以它的效益我们要打个问号，好吗？那对于无氪呢，要考虑的问题会多一些。首先，你可能没有办法在一开始就有足够的资源去这样拉等级，然后解锁古堡，所以个人认为你在前期的天运金消耗需要有一个优先级。那第一的呢，反而是你这个槽位的解锁啊，解锁每个槽位同样需要消耗天运金。那如果你在解锁出生啊，将这个天运金全部砸到出生上，那你可以解锁槽位的时候发现，没有了，那导致拖慢这个蓝丹子弹灵气这种加成的进度啊，那就是一个损失了，对不对？所以推荐在升级出生的过程中，留意自己还有多久啊解锁下一个槽位。需要呢多少资源来解锁，保证一定的储备啊，比如像我这样稍微留一些啊，以备不时之需，再去做一个出生的升级。那前期第二重要升级菜农最核心的需求，就是服务于解锁你的
轮回古堡套装。那这个算盘啊，第一样，基本上呢，它就是用这个符阵里面的这个累积次数去解锁啊，还有神兽这些，但是你可能如果是无氪的话，你就碰不到那个东西，好吗？那在这个逍遥闪修和书香门第解锁的时候呢，他们在第一时间啊解锁3成就啊，这样的话可以在各20片拿到这个镜子啊，你就可以解锁这个镜子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山野村夫，他9成就的时候可以解锁2次这个判官笔，那也可以解锁这个毛笔，那至此解锁一套古堡，提升你每日的收菜的效益。那比如你在开局没有可以直接将每个菜农拉到160级的资源，那你可以退而求其次，先升到个80级，然后再配合一些轮回次数啊、事件啊、星痕的获得来快速解锁轮回古堡，那也是一种方式，好吗？那同学们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灵活调整。好，最后一个是关于现实礼包的优先级，可能各种礼包乱跳的时候会有些乱啊，比如说带轮回古堡的，然后天云金加星原石的，然后天云金加轮回玉的。那个人推荐氪金的优先级是将古堡的现实放在首位啊，这个收菜系统与别人拉开差距的核心还是在于每日收益，所以如果想要氪金又预算有限的，在含古堡的现实出现时可以保证做一个购买。那剩下的呢，可以看情况和当下的需求选择。我个人呢，也是只购买古堡的现实而已。那希望同学们可以有一个相对科学的取舍，好吗？好了，那今天就是关于轮回系统的分享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欢迎你订阅我，我很想要你们的陪伴。如果你对游戏有任何问题，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我，我一定尽我所能为你答疑解惑，好吗？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